马来西亚印度人的逆袭之路，如何从贫困走向高端呢？这是一群既不掌权也不掌钱的群体，如何能在马来西亚生存呢？曾经的印度人在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印象中，就是那种危险人物，可能抢劫，可能绑架。因为他们生活艰难，所以难免可能会铤而走险。所以有时华裔家长会拿阿布奶奶这句话来吓唬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你要乖乖哦，不要乱跑哦，不然等下阿布奶奶会来抓你哦。总之就带有点贬义词就对了。但现在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他们已经开始转型为高科技和医学的人才了。根据2021年的数据，官方数据，在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口约有 6.8%， 约210万人。但印度裔在医学领域的表现超越了其他的种族。根据1984年的调查，印度裔医疗专业人员占国家人口的 38%， 现在无疑就更多了。因为他们在不遗余力地为下一代投资教育，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教育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和振兴他们的种族。你在生活中可能会发现，为什么印度人的英语总是那么的好？据我一些印度朋友告诉我，现在有越来越多印度家庭故意让英语成为他们的日常语言，也就是说，在马来西亚有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尤其是新生代，他们已经不会说自己的母语了，也就是印度语，而会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地扩大。现在在马来西亚说的最流利英语的群体，不是华人，更不是马来人，而是印度人。因为相比起印度语，英文能带给他们的经济效益更大，无论是大学还是科学界、医学界，都是由英文在主导。而印度语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国际的效用都不大，而且在本地市场受众远比马来语和华语来得小。与其各个语言学得半桶水都不精通，不如专攻一个效益最大的英语。由于印度人跟我们华人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方言，在马来西亚印度社会中，使用泰米尔语 Tamil 为日常用语的比例占该人口的 45.4%， 约98万人在使用，而英语这个外来语种却占到了 41%， 约89万人在用。可见英语的吸引力不小啊，超过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包括印地语在内的其他语言，所以他们已经狠下心要改变下一代人的命运，并已经在和国际接轨，在医学和科技方面已经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大马时任首相马哈迪曾说，如果政府给美族每人发放100万的现金，华人拿到钱后就会拿去做投资、做生意，创造更大的价值，而马来人拿到这笔钱会拿去买跑车、豪车等，拿去享受生活，而印度人呢，则会把这笔钱投资在教育，让下一代有更好的未来。所以请你不要再说读不读书都一样，不读书也可以当老板，那或许是旧时代的思想，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就连修车当一个技工都要去读书拿文凭。现在的印度人正在用这个方法在改变他们的命运啊，而且已经看到成效了的。我尼克斯在此祝贺他们成功。当然，现在不是所有的马来西亚印度人都享受到了他们革命所带来的果实，因为这是一场需要至少奋斗几十年才能看到成果的事业。而依然还有很多印度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1786年至1824年间的海峡殖民时期，英国征服了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后，就逐步引入印度劳工，当中包括了商人、警察、圆球工人及殖民士兵等。在英国殖民时期抵达马来亚的大量泰米尔人，主要来自泰米尔社会的最底层，并作为锡矿和农业庄园的合同工来到这里。从他们来到马来亚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几乎是个债务奴隶了，不得不在合同制度下解决他们的通行和招募费用。他们的工资微薄，以至于他们整个服务限期都即将被消耗掉。严格上来说，马来西亚的印度人里也有分很多族群，但一般华人能凭外表分得出的，应该只有锡克族了。来自印度北方的锡克族，因为他们有头巾，皮肤也相对比较白皙，和非锡克族的南方印度人有较大的差别。还有在文化上把印度人分为穆斯林印度人和非穆斯林印度人。穆斯林印度人统称为妈妈克。在马来西亚有大量被本地称为妈妈档的平民穆斯林印度料理的餐厅和小档口，通常是24小时营业，老板通常是印裔穆斯林。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马来西亚的话，一定要去品尝一番，尤其是在晚上，你不懂该吃什么时候，或担心那个餐厅是否已经打烊，就是说你不知道哪里还有餐厅可以吃，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了。这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特色的餐厅，受各族人民所爱戴。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也顺便打开你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精彩视频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已经谈到了印度企图吞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野心。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片，或等下来到我的频道找也行。现在呢，就让我们谈谈大马印度人的逆袭之路呗。如今印度人在马来西亚是第3大的族群，当然这只是官方的说辞，事实是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已经是第4大民族了。根据2020年的数据，在马来西亚常住的外劳人口就达到230万人，占比约 7.2%， 比印度人的 6.8% 还要高。而这些人呢，主要来自印尼和孟加拉，而这些外劳呢，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大马公民，而且地位分分钟都比你大马华人和印度人都要好。嘿嘿，原因的话不用我讲到那么白，你懂我懂就好。你或许会问，为什么这么多的外劳会选择来马来西亚，而不是去新加坡这个汇率更高的国家呢？因为新加坡主要吸引着的是高端和科技人才，这些外劳去到那可能找不到适合的岗位，但在马来西亚却很容易找到，因为马来西亚人很喜欢挑工作，这跟澳洲人是一样的，自己不喜欢干那种农活，所以就让这些外来有机会进来填补劳动缺口。毕竟马来西亚的天然资源是很丰富的，你不做，他们又不来，那些工作又是谁去做呢？哈哈，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时任大马首相马哈迪说的。如果你时常在那边埋怨为什么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外劳，那请你先接管那些外劳的工作。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国内有那么多外劳抢了本地人的饭碗，而推高失业率。在大马有一种现象，尤其是城市人宁愿失业也不要做那些农活。你可知道农活，尤其是种油园或者是橡胶园的，现在大缺劳工啊，很多果烂在树上都不够人去把它采下来，而本地人却不想去填补这个由外劳留下来的缺口，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和失业率的飙升。尤其是在这段疫情期间，外劳进不来马来西亚。以前的马来西亚工作布局是这样，马来人主要从事于公务员来管理国家，而华人呢主要从事于私人领域创业发展经济，而印度人呢通常是作为劳动者，也就是最廉价的一群人，比如修路。但现在不要说农活了，就连修路、场地工人那些以前主要由印度人负责的，现在都由外劳接手了。那些印度人都跑去哪里了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已经开始转型了，现在往高科技、医学领域还有法律领域发展。然而这 6.8% 人口的印度人在国内其实并不团结，他们同样继承了他们祖籍国印度的传统，类似有种姓制度，而在马来西亚发展，也就是在印度社会中他们有分等级的，一共有4大阶级。第一就是精英阶级，包括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医生等，还有其他的高级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等，这些都是精英阶级。第二就是受过英语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主要是由政府的公务员组成。而第三就是受过本土教育的下层中产阶级，包括商人、学校老师、记者、小农。第4阶层就是为政府服务的劳工，比如说医疗服务、铁路、码头工作等，以及在私人就业，特别是在庄园里工作的那些印度人，每天要晒太阳的。这4个阶层的印度人，他们之间的流动和交流是很少的，上层看不起下层，而下层也不敢高攀，所以如果说要团结共谋国家地位和福利，几乎是不太可能实现。那熟悉印度的朋友或许会问，那马来西亚的强奸案是否像印度那样每15分钟发生一起呢？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强奸案其实还好，以2017年的数据只发生了1582宗而已，而主要发生在雪兰莪州，占比 18.2%， 约296宗。而刚好根据2015年的数据，印度人聚集最多的州属也是在雪兰莪州，多达71万人。这两者是否有关系，其实我没有掌握到相关的数据，所以我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照目前的数据，马来西亚的强奸案数据，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并没有继承到印度的陋习，不然我们的强奸案数量不可能这么低。而在政治方面呢，印度人其实也有自己的政党，那就是印度国民大会党 MIC。
但随着大马印度人的人口锐减，导致这个政党的影响力也逐年走下坡，基本已经没有办法再捍卫印度人在马来西亚的权益了，只能算是一个象征性的政党。这是当然的，因为种族政党的势力和力量主要源自于自己的民族，如果这个民族的人口一直在锐减，势必影响到这个政党的力量，因为它所代表的人口基数就变少了，所以也没有什么话语权了。这同样发生在马来西亚华人政党，比如说马华工会、民政党等。如果你想知道马来西亚华人还有没有未来，可以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的频道找也行，看我上一期的作品，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无论是华裔选民还是印裔选民都表示无奈，曾经那么具有代表性的政党，今天却形成摆设而已。但其实这些错不在政党，而是错在人民自己。你没有给予足够的力量，让这些华裔和印裔政党有尊严的站起来，为你们看诊，在这个马来西亚。所以也是因为这些状况，导致现在的非土著，也就是华人和印度人，都比较倾向于多元的政党，也就是不分种族、只关心理念的政党，比如说火箭、公正党等。在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中，有16名印度人当选下议院议员，创下历史之最。而西蒙执政期间，印度社会群里曾有4名部长和1名副部长，而华裔部长数量也是创下历史之最，这算是非土著的最佳选择了吧？如果走回种族路线，我们是玩不过人家的。但很可惜，这样的成就只维持了1年又9个月而已，就被推翻了。马来西亚又再次倒退回去之前的种族政治理念了，直到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可以来我的频道看之前的作品，关于泰国华人的那部就知道了。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学到东西的话，欢迎你留言、按赞及分享，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我会每周更新。如果想学习其他国际知识的话，可以来到我的频道看我之前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